当所有人紧盯台积电与辉达的狂欢盛宴时，真正足以掐断全球人工智慧咽喉的核弹，其实已经在资本市场的深水区悄悄引爆了。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什么表面的大盘指数，而是一场正在重塑全球科技版图的残酷杀戮。就在这几天，台湾股市出现了一个极端异常现象，网红遮挡曾经被视为老牌周期的记忆体股票，以极度暴力的姿态强势攻上涨停板，甚至有外资法人喊出挑战300元的惊人天价。很多散户看到新闻只会觉得这是一场炒作，以为这不过是任天堂心机拉货的短期利多，或者认为资金只是在寻找低基期的避风港。如果你也抱持着种肤浅且天真的想法，那你注定会在这场财富重分配的战争中被淘汰。你真的以为科技巨头们的会议室里会在意那几台游戏机的微薄利润吗？这背后隐藏的是一场牵涉算力与能源的生死搏斗。我们来把时间轴拉长并切换到上帝视角，看看这群资本巨鳄到底在疯狂焦虑些什么。过去2年，生成式人工智慧像是一头贪婪的巨兽，无情吞噬全球的运算资源与巨量电力。辉达的晶片确实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大算力，但系统架构最深层的恐惧其实根本不在运算，而是在那个被大家长期忽视的记忆体高强资料搬运的过程，消耗了整套系统70%的能量。这就是科技界最致命也最难解的冯纽曼瓶颈。各大巨头疯狂抢夺高频宽记忆体的产能，把单一伺服器的造价推升到令人窒息的境界。但当云端算力基础建设逐渐面临饱和边缘，战场早就已经悄悄转移到终端边缘运算了。你要让几十亿台手机或穿戴装置具备人工智慧，绝对不可能依赖绑大且耗电的云端伺服器。每一次的语音对话与每一次的影像辨识，如果都要传回云端再送回来，根本不切实际。这不仅有严重延迟问题，更有致命隐私危机。你更不可能在小设备里塞进高频宽记忆体。终端设备需要的是极致省电与瞬间唤醒能力。这时候市场才猛然惊醒一个极度残酷的事实，能够完美填补这个致命缺口的底层技术，正是旺宏长年深耕的非挥发性记忆体。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长达10年的战略潜伏。当其他厂家在标准品市场杀到血流成河时，这家公司选择了一条最孤独也最艰难的道路。他们在立体化记忆体领域投入海量研发资源，把过去只能储存简单程式码的低阶元件硬生生打造成边缘运算晶片不可或缺的大脑。凭国语、微软这些市值破兆的超级帝国，现在面临的根本不是什么销售下滑的危机，而是涉背端本地化运算的绝对霸权争夺。如果没有低功耗高密度的特制记忆体支援，那些所谓的终端智慧永远只是幻影跟笑话。你现在回头看看台积电同步大涨的背后逻辑，先进封装技术正将各种不同功能的晶片堆叠，而运算晶片旁边最需要紧紧绑定的那个伴侣，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了。这是一条重新打通的人工智慧大动脉。谁能掌握特制记忆体与运算核心的整合标准，谁就能在下一个10年的科技博弈中直接封神。这也就是为什么台股大涨300多点的这一天，领军主角会是台积电搭配旺宏这奇特组合。资本市场的嗅觉永远比一般人敏锐1万倍。他们看到的不是下个季度的财务预测报告，而是未来5年无可替代的绝对垄断地位。我们来进行一次毫不留情的终极沙盘推演。当全球有超过1半的智慧装置必须强制升级，当所有穿戴设备都需要独立微型神经网络，遏制高密度记忆体的需求将成几何急速喷发，这已经不是产能扩充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了。这牵涉专利壁垒，还有最核心的材料科学极限。那些以为可以轻松复制相同技术的竞争对手，会在良率的死亡深渊里烧光所有的现金。这就是商业世界里最迷人也最残酷的护城河。看似不起眼的零件，却能掐死整条供应链咽喉。资本的无底洞将会封，狂吸纳所有相关的筹码。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新晶片帝国的强势崛起。不要以为这一切都只是空洞的产业名词，这些冰冷的技术规格最终都会转化为利润。我们仔细拆解传统供应链的权力结构分布，过去皆由终端品牌大厂发号施令压榨供应商，但当你掌握了不可或缺的边缘运算记忆体时，整个权力天平就会发生剧烈且疯狂的倾斜。苹果或谷歌如果想要推出下一代革命性产品，他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随便更换零件供应商，他们必须亲自飞到台湾的会议室里低头谈判，甚至必须捧大把现金提前包下未来5年产能，这才是旺宏股价能够挑战300元的真实底气。就时代的本益比估值模型已经完全失效了。
你不能用卖白菜的逻辑去评估卖军火的霸主。这场博弈的最后祭品会是反应迟钝的组装厂，还有永远只能赚取微薄毛利的传统代工者，利润将被掌握，关键瓶颈的上游玩家彻底吸钱。这就是降维打击最真实也最冷血的展现方式。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只会在通膨中慢慢窒息，而掌握定价权的怪物则会享受指数级的增长。你觉得这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的荒诞情节吗？回顾过去几年我们经历的晶片荒与算力焦虑，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却总踩上相同的韵脚。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那些死在沙滩上的先烈，许多号称要颠覆手机的穿戴式人工智慧设备，在发表后几个月内就沦为科技圈的巨大笑柄。为什么他们会遭遇如此难堪且毁灭性的挫败？根本原因就是误判了终端运算的严苛条件。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连上云端就能解决一切，结果换来的是无止境的延迟以及发烫的机身。没人会容忍问天气还要等5秒的电子废物。这就是没有强大边缘运算支援的悲惨下场。苹果的工程师团队显然早就看透了这个死穴，他们在最新系统架构中强行拉高硬体规格，把本地端的语言模型直接写进硬体的最深处。这种把软体硬体化甚至直接刻进晶片的做法，需要极度绑大且稳定的非挥发性记忆体池，这直接引爆安卓阵营的恐慌性跟进买盘。手机品牌抢位了，不让自己在下个世代被灭顶，正风狂扫或任何能提升边缘运算效能的零件。当全世界科技品牌都在抢夺同一条独木桥时，站在桥头收费的人就会成为全场最大赢家。传统分析师还在死板计算手机用了几颗晶片，他们根本不懂这是一场从0到1的规格革命。当你的设备需要24小时监听环境指令，当汽车需要瞬间判断路况并做出保命决策，断电就遗忘资料的传统记忆体将会全面失效。只有断电瞬间能锁住资料库的技术能活下来。这是旺宏从传统周期古华丽转身的关键枢纽。他们把增晶被视为低毛利的打火机级别零件直接升级成了驱动核子潜艇的控制台核心，这种本制约声正是华尔街最难以估计的盲区。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做空机构那绝望的哀嚎声，许多空头仍沉浸在过去周期衰退的肌肉记忆里，看见股价急涨就忍不住想进场放空，赌它崩盘。这就是投资市场中最可怕的沉没成本谬误。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对抗时代的巨轮。当台积电不断把3奈米与2奈米产能开出时，顶级运算怪物旁边绝不能搭配落后的记忆体。这是一个相互绑定且一荣俱荣的极端生态圈。做空旺宏就等同做空整个边缘运算的未来。携带全球资本的洪流会把逆势者碾成碎肉。现在很多人还在死盯那些过时的财报数据，试图从过去营收成长率找出买进或卖出理由，这宛如死钉后照镜在高速公路上盲目飙车。面对这种史诗级的产业结构性断裂毫无用处。当市场派还在争论技术现行的支撑与压力时，聪明的顶级掠食者早就已经看透了商业本质。他们知道这不是一家公司的短暂营运胜利，而是一场科技典范转移必经的残酷过渡期。从云端神坛走向终端设备的这条血腥道路上，必须要有新的守门员来收取这帮大的过路费。这个过路费的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何旺宏能在混战中成为被选中的那一个？必须重新回到半导体制程最纯粹的物理挑战。当晶片微缩漏电问题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要在极小空间内保持记忆，还要能急速唤醒。这种矛盾的物理特性就是卡死所有人的高墙。旺宏用数10年光阴打磨这个看似冷门的技术，在无人问津岁月里忍受资本市场的冷嘲热讽。现在这曾经的冷门技术成为了唯一救生圈。你以为外资的大买只是一时的资金行情吗？他们正疯狂回补过去10年错估的战略价值。其他国际大厂难道无法弯道超车吗？这是许多外行人最容易犯下的致命逻辑错误。半导体护城河并非几篇漂亮新闻稿就能建立，那是用无数次失败经验堆叠出来的血肉长成。专利的封锁线加上良率的陡峭学习曲线，会让企图亲门踏户的挑战者付出惨痛代价。当前人工智慧发展速度根本不允许巨头等待，他们没有时间让新进供应商慢慢测试与试错，唯一能做的就是拿钱砸向已经准备好的人。这种极端供需失衡会引发一连串骨牌效应。当资金风狂涌入这个全新定义的记忆体赛道，会连带抽钱式场上其他平庸企业的流动性。这是一场残酷的吸血盛宴，没有任何妥协空间。无法是因边缘运算的，就科技公司终将陨落，其市值会被毫不留情地转移到新霸主身上。
这是我们在资本市场里最常看到的地狱光景。财富永远只流向那些能解决终极痛点的人。旺宏这一次的股价爆发只是一个微小的开端，它象指硬体基础建设的第二波狂潮正式降临。如果你一直无法跳脱传统电子股的思维框架，你就会眼睁睁错失这场改变命运的财富转移。请把你脑袋里那些陈腐的看盘指标全部丢掉，去凝视那个正在被重新定义的物理极限世界。下一个主宰人工智慧霸权的关键密码就藏在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微小晶片里。面对这场已经无法逆转的残酷产业洗牌，你是要继续当一个随波逐流的盲目观众，还是成为看懂底层逻辑并勇敢下注的掠食者？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股价到底能涨到多少，而是你究竟有无胆识面对这个疯狂的新世界。未来半年内，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戏剧性的转折，供应链断、链危机，甚至可能引发大国间的博弈。这一切源头皆来自我们今天深剖的底层逻辑。若不想在下一波海啸来临时被残忍吞噬，请紧紧盯住这些掌握关键资源的隐形冠军。把你的答案与恐惧诚实的留在下方留言区，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才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需要绝对理性才能生存的残酷战场。我们下次在更深层的商业底层逻辑中再见。